去年我的大哥突然走了，平时都检查没有什么病的，我觉得哎呀，突然这种无常，因为大哥年纪不是很大。我觉得比较大的意外可能是听说到下大雨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好几百平方公尺的地全冲到那个大水坑里面去了。这个我没有想到这里会，水利会这么严重吧？感谢哪一个人，都想不到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一个整体吧，因为太多的人在我的生命中好像就是一体的，我分不出哪一个对我更重要。当然，对我的生命来说，带领我的上师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说最感谢的话，我觉得我的上师是我生命最重要的。我会想到最主要还是我的上师，跟他对谈之后解答了很多心里的疑惑吧，一些修行上的不确定，这个我觉得是最感恩。其实我离开自己的上师，离开父母，就是那么圆满的一个家庭，就是对中国人来说。都是叶落归根啊，跟父母在一起啊，家人在一起啊。对修行人来说，永远跟上师在一起最好。可是，我们好像成长了嘛，你非离开不可，为下一个佛心事业。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遗憾。但是这个遗憾必须得接受。想不出来有什么遗憾的事情，遗憾就是该做没做的，或该。比如说你选了白沙发呀。这种事情啊，我觉得这个白沙发也还蛮好看的。我是想不出来什么特别遗憾的呀。我觉得我还是，我觉得我还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爸爸吧。我觉得我花的时间在孩子身上是相当的少。那晚上陪他们一起睡，除了陪睡之外，好像其他时候跟他们的大量的互动比较少。然后小孩子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，再回头看一看前一阵的照片啊，你会觉得哎呀，那可爱的 baby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？我就觉得搬家终于成了，这是一个大的事情，有很多年了，终于办成了，生命中一个巨大的改变跟新的开始。我觉得也是在一种不断的修行中吧。我觉得我有一部分的修行还是相当有所提升，对于自己从小的一些压力跟阴影，突然开始有些了解。不是了解，就是好像从那里面有一点松动，开始解套了。我对自己的话，我希望我的菩提心更加宽广，因为带领一个佛心事业，只有我的菩提心更广，我的愿力更大，我想更多的事情我能承担。我觉得这个挑战非常大，我觉得我希望能够变瘦跟练出肌肉来。已经挑战很多年了，到现在没有成功过。我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，在自己的生命的痛苦里面，认识到真的是时间很短，就是真无常真的在。希望大家能够，我也是继续在练习，能够在各种逆境跟不顺的事情里面，你还是能够保持生活里的一种整体的一种幸福感。也就是说，就从根本上，我们能够活着，有个屋顶，有饭吃，在一个基本安定的地方，不是受到强盗，不是受到病苦，其实已经是很幸福。但是我们不大容易去体会这个东西。我自己觉得我是修了很多年以后，才发现这个东西。哎，这本来你看着阳光绿叶，其实它就有个快乐。那问题有时候为什么看到没有呢？祝愿大家能找到的是，不管外境怎么变，
你能够找到内心那份幸福感，哪怕你找到1、2秒、5秒、10秒以后，你慢慢知道哦，原来有这种幸福感，它是独立在我舒服不舒服、天气好不好、顺不顺、钱多不多、周围人爱不爱我，就它本身可以有一个幸福感。当你抓到原来有这个东西，你就会开始感觉这个东西好像是有办法可以被保持的，可以能增长的，能够让它稳定的。那时候你修行的一个基础点就开始有了。那如果人人都有这个的话，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、一个世界就会做改变。